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北海龙王突然开口道了一句：此次选拔龙族子弟入天庭神位，本就是值得庆贺之事。无关海神之布置已是十分完备，也不会出什么差错。不如广邀洪荒众道友前来做个见证。这未免也太羞耻了一些吧。眼见其他3位龙王就要点头，李长寿忙道：龙王爷，以贫道之见，这次天庭赏赐的都是巡海护法一职，并非是高阶神位。这般大张旗鼓，会不会折损龙族的英名？不会，南海龙王道。宜操办。北海龙王笑道：洪荒皆知吾龙族窘境，倒不如借着这般机会，让他们知晓咱们已与天庭交好。善。东海龙王缓缓点头，对此事盖棺定论。李长寿眉头微皱，思量着此事的利弊。龙宫主动来宣扬此事，其实就是变相的宣扬天庭之威，也是对外宣布龙宫倒向天庭，替天庭刷存在感。这对于自己而言本身就是好事，相当于躺着就把功劳给赚了。是坐着就把功劳给赚了。就是自己带有恶搞倾向的这些设计要展露到龙族之外的高手面前，尤其是自己还要坐在那张会喷白雾的宝座上不断的转身，这是这羞耻感着实是爆棚啊。于是龙宫大赛向后推迟半个月，龙族开始广发请柬，邀请各路高手前来观礼。李长寿担心到时必会有西方教的棋子混进来，也要做一些布置，提防被他们搞乱了此事。但是李长寿也没能预料到，这事还被搞成了龙族盛事。半个月后，水晶宫主殿中人满为患，殿前还有不知多少身影聚集。当李长寿摁下面前的红色按钮，在那四散的白雾中为一名龙子转身时，暗中躲藏的自家大腿大法师与赵大爷赵公明尽皆笑翻了过去。被龙族邀请来做贵宾的黄龙真人、金鳌岛石天君等高手也是眯眼轻笑。而混在护指天将中的天将华日天，在贵宾席上端着旨意的东木公，随黄龙真人一同前来观礼的福德金仙云中子，以及玉虚宫众多曾经在各处宣扬过海神之名的阐教仙人，还有金鳌岛上闲来无事的10几名截教仙人们，尽皆露出了赞叹的表情。海神会玩之名自此传遍洪荒，为人津津乐道。虽然过程有些羞耻，但是在李长寿一手操办之下，16个低阶神位还是顺利地发了下去。所挑选的龙族子弟半数都是四海龙王的子侄，半数是根脚清白、能力出众的龙族俊杰。神位赐下，天道降下的业障被抵消，这16名龙子龙女尽皆有所突破。稍后他们要巡查四海，李长寿也给了他们一些劝诫，让他们行善积德，救助遭难之生灵，宣扬天庭之威名，不可做增添业障之事。这16龙此时都已经是李长寿的手下了，李长寿也能够随时剥夺他们身上的神位。宣旨过后，李长寿、东木公就与天庭兵将自行离开，海中的热闹与他们并无太大关联。李长寿趁机换了一只指道人回天庭，而换下来的指道人暗中离开了东海龙宫后，在一座小岛上等了一阵。海中突然出现了一团云雾，有一道勉强称得上是修长的身形自云雾踏出，在海面上漫步而来。面容平平无奇，身周有着一股玄妙自然的道韵，正是玄都大法师。大法师笑道：境界稳固的如何了？已经安稳了。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笑道：多谢大法师为弟子护法。大法师顿时眯眼轻笑，略带促狭地问道：
需要多谢我为你护法，还是多谢我为你找了一位护法之人？李长寿满脸尴尬。大法师，云霄仙子之事，弟子当真有一些措手不及。宣都大法师顿时笑而不语，并未多打趣，只是道：难得我下来这趟，所有一同走走吧。稍后我或许要在兜帅宫中闭关一段时日。大法师请放心，弟子定不会给人教惹麻烦。此言差矣，何为麻烦？若是我也无法解决之事，才算是麻烦。龙族上天的时机已渐渐成熟，你该出手时无需顾忌。老君既已传下丹道，你此时已算老君的半个弟子。若有人欺辱你，那便是落了老师的面皮。谨小慎微虽不错，但过分谨慎，被老师觉得你胆小怕事，那就有些不美了。李长寿深深做了一个道揖，弟子遵大法师教诲。善。大法师含笑点头，对着李长寿轻轻摆手，与李长寿在东海漫步，趁着这般机会为李长寿传授太清之道自然妙法。不知不觉半日过去，大法师起了离意，又叮嘱李长寿几句。正此时，李长寿的心底突然泛起了潮涌，神念扫过安水城主神庙，顿时略微皱眉。大法师笑道：还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但讲无妨。大法师，弟子道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有一道童骑着仙鹤到了我那海神庙中。骑着仙鹤的童子也罢，我送你这化身过去，再看场热闹吧。音落，大法师拉着李长寿的手腕，脚下迈出一步，李长寿只觉得周遭的光影迅速流转，再次显踪，已经是到了南海安水城的空中。这就是乾坤遁法。李长寿低头看去，能见一名童子坐在仙鹤上，正飘在海神大殿前。这童子眉清目秀，盘坐在仙鹤的背上，双手抱臂，闭目凝神，眉目之中带着一股傲气。周遭有不少香客在围观，一些大婶夸着这孩子真俊啊，这之类的话语，让这个童子有些不耐。李长寿笑道：大法师，弟子去应对一二。善。大法师掐指推算，已经是算出了这童子的来路，略微挑了挑眉。而李长寿的这一具指道人隐匿行踪，驾云落在海神庙的后堂，又端着拂尘绕到前殿，含笑向前。众香客此时都已经知道这是海神化身，一个个俯身跪地参拜。那童子睁开眼来，目光有些冷漠，淡然道：道友便是海神？不错，不知道道友是何人，来此地有何贵干？我家老爷要见你，让你本体现身，速速与我走一趟。听闻此言，下方众凡人相客，左右10多名海神教神使，大多面露不善。这孩子怎么跟他们海神说话的呢？李长寿闻言有些皱眉，稳妥起见，先问明这童子口中的老爷是谁，再甩拂尘将这个不知礼的童子赶出此地。对方已经是在烙人教的面皮，自己必须有所应对。李长寿冷然道：不知你家老爷是何方神圣，又为何要让我前去相见呢？哼，我且说来，你且听，莫让我重复第二次。我家老爷得道显神自远古，辈与六圣相齐同，与圣论道显真意，如今安坐玉虚宫。12金仙称师长，道法乾坤大神通，圆觉洞内燃道火，灵鹫山中有明灯。李长寿顿时面露恍然，手中拂尘一甩，言道：请便，不送。这首出场是被这童子给念的，李长寿最初还以为是哪位大佬呢，结果到最后点明了灵鹫山圆觉洞，
竟然是今后大名鼎鼎的燃灯古佛，这让李长寿赶起人来，顿时没有了什么心理负担。倒不是李长寿膨胀了，敢不把燃灯放在眼中。实际上，李长寿对各位道门前辈都保存着一份深深的敬意，能用10成心力去算计的，绝对不会用9成9。此时这童子太过傲慢，燃灯又自是阐教副教主身份，直接点名让他真身去见，逼他现身，其心未免有些歹毒。若是大法师不在此地，李长寿可能还要多费一点功夫，用已经记录下刚才这童子话语的留影球作为稍后自证的手段，也不可能好脸相对。而此时大法师就在上面看着，李长寿非但不能软，更不能退。莫说这个童子，便是燃灯亲自前来，若是态度傲慢，目中无人，自己也只能保持距离，不卑不亢，喊一声前辈算是敬重，奉一杯茶水便是礼数。思路必须清晰，原则不能放弃。处置此事的核心原则便是绝不能落人教的面皮，尤其是对方都派童子起脸输出了，自己适当的甩一些脸色，表达出自己的不满，才是最稳妥的选项。像燃灯道人这般自远古时代活下来的大能，李长寿绝对不信对方不知这童子脾性如何，反倒是恰是这般鲁莽的童子，既可以给自己施压，看能否炸出自己本体，若发现势不可为，燃灯道人还可以训斥这童子几声，甩锅给临时工，自身不丢颜面。哎呀，这些大能的心思细得很。这些念头晃过，其实不过是刹那间。分析完此事后续的可能性，李长寿甩起拂尘，一句请便不送。那童子瞪圆了小眼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童子质声喊道：海神，你可知我说的我家老爷是谁？哼！李长寿冷哼一声，淡然道：单凭你这目中无人的性子，贫道也难给你好脸色。回去吧，贫道真身遨游四海，不便相见。言罢转身就走，让那个小道童在白鹤背上看得都傻了。你当真？这童子立刻跳下来，小脸涨红。你可知道我家老爷是阐教副教主，便是12金仙见了也要喊一声老师，你竟如此大胆！李长寿理都不理，身周飘起淡淡的云烟，自行消失不见了。走了？那道童顿时傻了眼，那些神使和凡人香客大多都笑出了声，就听几位神使调侃道：哼，想见我们家海神，脾气还这么冲，惯的你哦。我们家海神忙得很，可不是谁都能见的。你们……这童子哪里受过这般委屈，当下直接跳起要冲入海神庙大殿。侧旁突然就窜出了3-5个壮汉，一人直接挡在了这童子面前，用自己壮硕的真胸肌将这个童子直接挡飞了。其他的几个壮汉立刻向前，一个个身穿着黑色的皮甲，浑身的肌肉散发着刺目的光芒，对着这童子齐声嘿嘿嘿嘿。这童子哆嗦了几下，他虽然是有真仙境后期的修为，但也不过是被点化的生灵，在这般局面之下，顿时就面色苍白，陷入了慌乱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我只是个童子，我家老爷可是阐教副教主。于是这几位神使的嘿嘿声变得更响亮了一些。嘿嘿嘿嘿嘿。片刻后，这童子嚎啕大哭，坐着白鹤冲天而起，朝着西北方向激射而去，速度却是奇快。李长寿暗中挑了挑眉，若非这白鹤是玉虚宫中的灵禽，自己就将它暗中给扣下了。这应该是顶好的灵种，最好是能搞一公一母。又听后堂之外传来一声大笑，大法师驾云飘然而来。李长寿向前行礼，大法师很自然地坐在后堂的主位，笑道：这燃灯道人也不知是何意，竟让童子来试探于你。长寿，你此前可是跟阐教之人起了冲突？哦，
弟子唯二相识的阐教高人，一是黄龙真人，二是云中子前辈，弟子都是以礼相待，不敢有半分怠慢。如此，且等我推演一番。大法师掐指推算，面容颇为认真。片刻之后，大法师轻咦了一声，左手在面前缓缓画了一个圈，其内显露出相互追逐的阴阳双鱼，借来了太极图的威能。大法师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之事，嘴角渐渐扬起。李长寿在旁边静静地等着，神通不够，心力来凑，心底推演着各类的可能性，料想今日之事应该很快就会有后续。竟然还有这等荒唐事！大法师突然笑了几声，李长寿顿时有些纳闷，就听大法师道：这燃灯道人此次竟是要受西方教一位圣人弟子所请，要做担保之人，带你去西方教商谈有关龙族之事，当真有些荒唐。燃灯道人辈分颇高，交友颇广，认识西方教之人也不足为奇。但如今我人教站在天庭之后，要助天庭大兴，这燃灯道人不念天庭是道门所立也就罢了，竟直接要你真身现身，去了化身还不行，这架子也未免摆得太大了，大过不将我人教放在眼中了。大法师，此事咱们该如何处置？不必过多理会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大法师轻笑了几声，起身在海神庙后堂走了几步，左手轻轻一送，那道太极图的虚影缓缓飞起，悬浮在后堂正中房梁下，旋转2周，自行隐没。一抹难以言喻的道韵在后堂各处弥漫开来，又渐渐地随风隐去。